Hello，欢迎回到今天的频道。我在之前这个视频里呢，有讲过，当你的枫叶卡快过期时，如何更新你的枫叶卡。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如果你不想更新枫叶卡，也就是不想保持永久居民身份，而想加入加拿大籍，成为加拿大公民，那么持枫叶卡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入籍呢？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第一点，申请入籍的资格：一，你必须是加拿大永久居民；二，在申请前的5年内，必须在加拿大实际居住至少1095天，也就是3年。三，在申请前的5年内，至少提交过3年的个人所得税，英语或法语要有一定的水平。四，必须证明您了解加拿大拟籍公民身份的责任和权利。五，不能有任何未满足永久居民身份的条件。六，不能有驱逐令。七，不能因刑事或安全理由被禁止申请。八，18岁以下儿童可以单独申请，没有语言要求，时间必须住满3年，申请费100加币。第二点，如何计算申请前你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第一呢，你可以利用加拿大移民局官网上提供的 Online Physical Presence Calculator 计算您在加拿大实际居住的时间是否符合入籍规定，并将计算结果呢打印出来签名。这个方法很适合曾经离开过加拿大很多次的申请人。在后边呢，我会讲到如何填这个表。如果您无法上网使用网页计算器，可以打印填写 How to calculate physical presence form。这个方法呢，比较适合没有离开加拿大或者很少离开加拿大的申请人。第三点，所需要提交的资料。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在移民局的官网上找到你要申请的证件的资料。我是建议点这里 Find the application form， 然后点 Application Package， 选择 Citizenship， 选择 Canadian Citizenship。我们以18岁以上成年人为例，点 Get Application Package， 然后就可以看到 Eligibility 申请资格以及 Application Package 申请所需资料。我们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入籍申请表。入籍申请表在你填写后呢，要点 Validate。当所有部分填好之后呢，你会在最下方见到一大堆的条形码，见到这些条形码呢，才说明填的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 Online Physical Presence Calculation， 完成打印后签名，或提交 How to calculate physical presence form。我们进入这个在线计算器的网站，网址我也放在描述栏里啦。我们点 Start Calculation， 这里让你选的是什么时间完成这个表格，我们就选2021年4月9日吧。然后你要选你是什么时候登陆的加拿大，就是变为永久居民的日期。我们选2017年4月9日吧。如果你有注册过呢，可以先点 Save。我们在这里直接点 Calculate， 然后这里让你填写在你登陆前的1年，你有没有临时居民的身份，比如旅游者、国际留学生、临时工作者等。如果你是留学生转成永久居民的，就选 Yes。这里我们先选 No， 然后点 Submit， 点 Continue。这里是说你有没有坐过牢，通常我们都是好人啊，所以选 No， 点 Submit， 选 Continue。然后就是你在这个期间呢，你有没有离开过加拿大？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啊，我们选 Yes。然后就要选你每一次的出境记录了，比如我去了中国，再添加一个，也去了日本，可以添加很多个记录啊。有了这个表呢，你计算起来就很方便。前几年还是只能手算的，申请人算着累，移民局官员看着也累。都添加好后，如果你住满了天数，那这里就会显示根据你的信息，你是符合居住资格的。然后就要点 Print this page。如果你手头呢没有打印机，点开后也是可以另存 PDF 的，以后再打。千万别忘了在这个下面找个地方签名，表格里是没有签名的地方的，但是你也要签啊。第三个证件呢，如果您在过去4年内在加拿大境外的另一个国家居住一次超过183天，需要提供当地执法机构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第四个就是2张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是护照，另一份是可以带有生日和照片的驾照、医疗卡。第五个，2张6个月内拍摄的照片，照片需符合入籍申请照片的规格，背面要有照相馆的名称、地址以及拍照日期，另外写上申请人的名字。6. 网上缴费收据打印，费用呢，成人是630加币，未成年人与父母同时申请是100加币，单独申请是100加币。如果申请人未成功或者中途自动放弃，只有成人可以退回100申请费。
第7个呢，就是使用文件清单确认提供了所有需要的文件，并勾选所有你提交的文件，并将这份清单呢一并提交。第4点，如何在线支付申请费？我们来到移民局的官网，点右边的 Pay Your Fees， 这里是让你选你在哪里付款，选加拿大，你要提交的是哪类申请，选 Citizenship， 你要给什么付款，选 Adult， 18岁以上成人，点 Get Payment Instructions。我们可以看到申请费是630加币，往下拉，选 Pay My Fees Online， 这些是付款方式，往下拉，选 Citizenship， 这里是让你填写人数的，一个人就填1，两人就填2，点 Submit， 然后就要 Login 了，登录你的账户，没有账户要注册一个，基本就是提供一个 email 地址就可以了。第5点，官方语言要求，如果你的年龄为18到54岁，需要提供英语或法语的语言能力证明。你可以提供移民局认可的语言能力测试，比如加拿大斯培考试这类听力和口语达到4级或以上，或者是雅思这类考试，口语达到4分或以上，听力达到4.5分以上，或者是法语语言能力考试的成绩。第2个呢，你还可以提供加拿大或其他国家以英语或法语授课的高中或大专以上的教育机构文凭、证书或成绩单。这个呢，你最好给移民局打个电话，问一下你所在的教育机构的文凭是否被承认。你还可以参加政府提供的语言培训课程，并具备 CLB 4级以上的证明。6点，疫情期间的特别公告。关于申请进度呢，移民局不能提供准确的处理时间。如果你的文件因 COVID-19 而申请不到，例如无犯罪证明，可以额外附一张纸给移民局写个说明。由于疫情暂时拿不到，拿到后呢，请寄款补给移民局。由于疫情，您在国外居住不会算作在加拿大的居住天数。您仍然必须满足申请公民时的居住要求。您可以使用过期的永久居民卡申请加拿大公民和参加公民测试和仪式。在2021年3月1日之后，必须使用2020年10月或以后的表格。未更新的申请表呢，将作为不完整的申请表退回。第7点，目前的申请进度。我们来移民局的官网看一下目前的申请入籍审核所需要的时间。目前要等待12个月。疫情关系，很多官员呢都在家办公。进度就比之前慢了不少。8. 快速问答。如果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父母一起申请，父母足够了规定的时间，小朋友也要需要足够时间吗？答案是不要求小朋友也足够时间。2. 女人未满14岁，单独申请会批得快吗？答案是不会更快。父母入籍考试考不过，也不会影响子女的申请。3. 入籍考试的书籍在哪里下载呢？描述栏里我都有提供啦。英文版和中文版地址我都写了。4. 如果已经有过期的雅思成绩可以吗？这类可以， A 类不可以。5. 考试是单选还是多选呀？考试是单选和判断题。具体在线入籍考试的流程和考试的界面呢，可以见我这个视频参考。如果这期视频在某种程度上帮到了你，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哦。如果你有留学或者移民的意愿，并且想马上开始准备，你可以加我描述栏里的微信，我们的加拿大本地直派移民顾问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并且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和猎头团队也会同时给你提供来到这里的职业规划。岁月静好，环看静香，我是静香，愿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实用信息。我在北美大陆等你，我们下期见啦！